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156期，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周复盘美股观点。在第一部分，我们依旧会讲到纳指美股目前的大环境应该是做多还是做空，而在此之中，我们会通过3个方面来讲解有关纳指的环境分析，分别是防守因、纳指反弹压力以及当天空间技术点位的测算。第二部分、第3部分，我们会讲到个股的解析。首先，重点是特斯拉和英伟达，而后再会讲到 SQQQ、纳指金融、Meta、苹果、MSTR、皮尔提亚、博通、谷歌、SMCI， 包括最近很多同学所关注的中概股。那么阿哲呢也增加一支拼多多。后续如果行情有变动，我们随时可能会添加更多的中概股来进行分析。感谢您的持续关注。假如您是新同学，今天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阿哲视频，那么这里阿哲要提醒一下，因为阿哲的视频平时讲解的内容过多，所以时间的长度会比较长。如果您是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阿哲视频，可能会有所不适应，那么阿哲这里给到大家一个建议，您可以点击下方播放按钮这个小三角，点开之后你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内容的时间轴，点击对应时间轴可以看到您最想要优先得知的那一部分内容，可能对您会有更加直接的帮助。而如果您是老同学，阿哲希望您能够从头到尾认真观看、认真收听，这样的话阿哲的观点您会更加的明确得知到。那么接下来在讲解防守因之前，我们先来看到下跌三法的构成。所谓的下跌三法我们讲了很多次了，如果您是老同学应该知道，那如果您是新同学，阿哲简单再去提一提。所谓的下跌三法是一个下跌中继的一个形态，也就是说股价在下跌时出现了一天的暴跌或明显的下跌，而后市场空头平仓获利兑现，多头抄底买进博弈反弹所出现的震荡走势，或者说反弹行情。那么只要在这根暴跌 K 线当中所运行的反弹、运行的上涨，它都属于下跌三法的构建当中。股价未来当再次出现大阴线破位时，说明下跌空间还有很多，那么小心它只是下跌的中继，它只是半山腰。所以前期呢，在我们说了下跌三法之后，价格的走势一直维持在前方明显下跌大阴的区间之内。所以在这段时间内，你会发现波段行情基本是没有方向的，短线也就只是高抛低吸，难度也较大。在这个区间之内，其实短线也不算很好做，除非你真的很信心能够在低点去买进，在高点去卖出，不然的话其实也很难受的。那么目前的下跌三法还在构成当中，你无法判定这里是不是一个下跌中继，因为还差那么一根结束的 K 线，一根同样的大阴线把前面 K 线低点给跌破。我们说如果有出现了这种 K 线，那么波段上来看它将会继续的往下去运行，而当前的股价走势好像离这种结构慢慢的越来越偏远，市场呢整体是站在前方阴线一半以上，而当下有点要想去尝试突破前方大阴的高点，只要出现一根阳线突破，并且后续不要去轻易的再次跌回这个区间内，那么我们说这就不是下跌三法，那么这里将不是一个下跌中继，那么就是一个反弹的底部产生了。所以对于当前的纳指日线的图表上，阿哲的观点就依旧保持，如果短线，那么后续我们会讲到短线的机会，但如果您研究的是波段行情，其实目前的波段方向上是不明确的，您最好还是观望为主，不要轻易的去加大仓位赌多或赌空，等一根明确阳线的突破或明确阴线的跌破再去加大仓位是最佳的选择。当然这里的选择不是对于短线投资者去说到的，短线投资者我们目前的观点是看涨。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短线看涨的一个原因。上期视频我们讲过防守因的做多和做空模型，那么现在我们把做多模型再去好好的说一说。做多模型它是比较特别的，它可以让我们去看到市场的多空之间的博弈。防守阴线是一个很特殊的模型，很特殊的价格组合，一旦你研究，一旦你发现了它，其实你看懂了它，你就会知道目前的多头和空头市场的强弱怎么去划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防守阴线简单的构成。第一个条件，它是2根 K 线的组合，首先阳 K 线在前，阴 K 线在后。第二个条件是阴 K 线的最高价格小于阳 K 线的最高价格，如果是低开则更好，更加标准。第三个条件是阴 K 线的收盘价，它比阳 K 线的最低价是低的，它今天的收盘比昨天最低还要低。这2根 K 线的表现就是上涨当中或反弹当中突然
再次出现明显的下跌，空方很强势的表现的 K 线。那么做多模型，我们则等待股价如果再次收阳，在防守阴之后突破阴线的高点，则作为市场短线看多的点位。如果你相对保守，也可以将这一个价位作为止损线；而如果您相对比较激进，也可以把这一根阴线的最低价作为你的防守线。我们看到图中右边的行情走势，这一波上涨当中，是不是曾经出现过一个笑脸？这个所谓的笑脸，就是市场出现防守阴的时候出现的一个信号。当天是阴线，昨天是阳线，昨天上涨，今天下跌。而今天阴线的高点和开盘价是不是都比昨天低？它的收盘价比昨天最低价也低，所以它是防守阴线。防守阴产生感觉下跌很凶，但是第二天直接反包，所以这一天就是多头看涨点，也是买点，而它的高点也作为防守。股价后续是不是短线还有上涨？你会发现这种 K 线在多头强势时，它就是一种砸盘信号，后续反而是买点。而我们反过来去看，市场当中出现了这一根防守线，防守阴线产生之后，它有去突破吗？有去上涨吗？你会发现是没有的。价格走势在它的高点之下运行，收盘是过多没有过去，更不用说有效突破和买入了。所以我们有一个观点，就是能够突破防守阴线高点的行情，或者说能够很快突破防守阴线高点的行情，一般多头是很强势的。而假如防守阴产生之后不能被突破，或者说隔了很久才突破，一般多头就不算是很强势。所以这里开始的多头我们知道是不强的，直到底下开始防守阴产生之后没有怎么去下跌了，防守阴产生之后不怎么大跌了，反而后续防守阴的高点能够被突破了。虽然没有立马突破，但它隔了几天之后突破，是不是也告诉大家空方从前面的下跌到现在有点变弱，多头从前面的弱势到现在有点变强？那包括现在高位后的这一波下跌，你会看到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一个是防守阴线吧，这一天也是防守阴线。那第一个防守阴高点不能突破，第二个突破是突破了，但突破之后打止损了。当防守阴线产生之后，你得不到利润，或者说你买进之后却被打止损，那么这种情况就说明多头不强，多头机会变少了。那么这个时候价格的走势是不是慢慢变弱？这里再次出现防守阴线，高点不止没突破，第二天下跌，第三天暴跌。这种防守阴线都没有被突破，好，这一天突破了，有多头利润，但如果冲高没来得及卖，是不是后续又打止损了？所以这种行情在防守阴产生之后，它会打止损，它的上涨空间不多。那么这种情况下，甚至它不突破防守阴的高点，就说明多头是比较弱的，空头是比较强的。而你看到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这一波下跌有出现了3次的防守阴线，或者说算到前面这一次应该是有4次。那这一个是防守阴高点突破之后，价格是不是有空间有利润，但是不多了呀？而像这2个防守阴线高点到现在都没突破，所以多头呢这一波走势是很弱的。直到这一个 K 线的产生，也是我们上一支视频所讲到的，为什么多头开始变强了呢？就是防守阴线的高点被突破了。所以通过防守阴的 K 线，你可以比较及时发现多头强势的那个点。像在这一根阴线产生之后，第二天能够被反包，就说明多头走到这已经不太差了，至少比之前要强很多了。所以短线上我们说目前的美股可以看涨，波段上就依旧处于熊市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点，就是纳指日线反弹压力。我们说短线呢可以看涨，那短线看涨它上方有3个压力是我们最近一直有去提到的。第一个是 17,868.07 17,980.39， 那么第3个最后一个是 18,439.24。 我们曾经有说过本次看涨反弹，但是它是熊市的反弹，那么这一波反弹在能够突破170天均线并且是有效突破之前，都属于熊市的范围之内，你可以做多，但仓位要有所布局，有所控制，千万不要上头。所以目前的股价走势呢，连第一个压力都没有出现有效的突破。第一个压力就是下跌商法的阴线高点，那假如它能够突破这2个压力，我们说空间上看到170天均线附近，那么在下一周不管消息面出现再多的一个利好或再多的变化，只要这一个区间没突破，我们说它的多头就还是不强的。
对于短线投资者来说呢，在此之前你可以去买进，可以去埋伏，但是没有突破之前呢，尽可能仓位不要放太多。那么以上就是对于纳斯达克指数阿哲的波段、阿哲的短线的一个看法，以及上涨压力位它的一个具体数值，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对于接下来美股的投资能够引发你的部分思考。如果以上内容对您有所帮助，那么希望老同学不要忘记为阿哲的视频照常点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而如果您的时间比较充裕，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留下您的一句宝贵评论，阿哲看到也会很是开心。感谢老同学照常的支持、点赞和评论。我们来到第3点，有关空间技术压力支撑的测算。这一个方案呢，主要是短线的多空强弱的识别。我们看到这一个图板，在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阿哲都会为我们的订阅粉丝观众可以送上一份盘前的解析。这是一份属于订阅观众限时的福利信息，只要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的同学，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您呢是可以收到这条盘前解析的。在盘前解析当中，阿哲会讲到2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阿哲一些主观的判定。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本来我们说3月20号呢是有长阳预期的，但是呢在川普大爷盘中精准打击下呢，是不是覆灭了？而从技术面上来看，短线多头还是有结构优势的。这一个信息是阿哲在盘前5点12香港时间5点12的时候所发布的。那么阿哲说这一个结构优势是什么？就是2个前期我们说低点交易的止损都还没有被打破，所以依旧呢可以认为是熊市下的一次反弹，并且目前短线反弹还在延续，多头2个止损不破，那么就依旧有加速阳线出现的机会。而如果跌破了这2个止损，那么就说明短线不能看涨了，那么就等待下跌三法的形成，破位阴线后找空方机会或反向标的。这个是跟我们刚才第一部分内容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反弹的压力位呢，主要也就是刚才所讲的这3个。这是阿哲截至目前为止最新的盘前解析当中的主观的一些判断。而底下呢，这3个标的纳指、特斯拉、英伟达这3个数值，就是每天阿哲会去计算的当天盘中的压力和支撑点位，可以让大家去识别到多头的强弱。比如说昨天阿哲的高点压力给到是 17,797.41， 而我们昨天纳指的最高的高点是不是来到了 17,798.06？ 如果阿哲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数值，相差是不大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压力和支撑实际也是蛮有效的。那具体怎么用到这个支撑压力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用法。大家现在看到右侧的图表，在 K 线底下它其实有一些颜色的识别和区分，我们叫做红绿灯。像这根 K 线底下为什么是一个红灯？红灯则代表当天阿哲给到的预测低点被收盘跌破了，那么跌破则说明空方很强，所以破了支撑嘛，所以下跌很强势，它就叫做一个红灯风险提醒，说明空方很是强劲。而在一波股价的运行当中，如果你发现红灯占主导，或大部分90%的时间都是红灯，那么这种下跌是很恐慌的，这种下跌属于单边行情。那么绿灯代表什么？绿灯代表今天的收盘价突破了阿哲预测的日内高点，它的压力，那么突破则意味多头强势，空方稍弱。而下跌当中的绿灯，如果你发现第2天它就是红灯，则说明昨天的绿灯是不强势的，立马被红灯所夺回，空方再次的很快的优势又占据主导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的是，红灯代表是一个空方短期强势，绿灯代表多方短期强势，但是它只是代表短期的，它具体能不能延续，我们就要观察后续的红灯以及后续的绿灯会不会有持续性。而像目前的市场为什么处于震荡呢？底下有一些红灯是没有显示出来，可能被遮挡，阿哲没有截全，就是因为红灯绿灯它是一直交错出现，所以短期的多空之间呢就陷入到了一个博弈，今天你强，明天我强，今天多方，明天空方，所以它整体表现就是一个震荡的区间。像前期这种单边下跌，是不是空方占主导，基本都只有红灯为主，而现在呢不只有红灯，还有绿灯，所以整体就出现了震荡的走势。当什么时候开始又是连续有红灯出现，或者说又是有连续的绿灯出现，那么就说明多空之间再次脱离了平衡，再次走出了方向。我们再看到最近的这个灯，它是一个绿灯，在红灯周产生绿灯，我们上期视频是不是讲过，红灯后产生绿灯
和绿灯后产生红灯，它的意义是相反的。前面这里可以认为是下跌当中空方强势，绿灯它是诱多，它是反弹。而如果反过来先出现红灯再出现绿灯，则说明昨天的红灯是砸盘，是吓你的，今天的绿灯则再次是一个买入信号。很多个股最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上期视频我们说过，从这一天开始，多头短线可以较为坚定的看多。后面周四周五延续的2天呢是没有任何颜色的，说明还在多头强势的区间之内，小心再次出现红灯，不然的话呢，只要保持没有灯以及或再次的绿灯，那么目前都属于短线多头强势。所以这里阿哲给到周一的点位，这一个点位呢是周一的时候可以去用到的最新的预测高低点17952.68，这个价位如果周一收盘能够站上，则说明绿灯再次的延续，那么多头再次的加速。而底下的预测低点是17629.43，这个价位收盘只要不跌破，就说明市场的红灯是没有产生的，没有红灯产生，就依旧延续前方绿灯的方向，依旧延续看涨即可。所以当前的美股市场，只要下周不出现红灯，那么就还是延续看涨。这个点位呢，每天都会改变，每天盘前你稍微在 Telegram 看一下，那么就知道当天关键的支撑在哪。只要支撑不破，那么整体的空方就还没有完全再次的夺回优势。第二部分我们讲到特斯拉和英伟达，现在先看到第一只标的特斯拉的空间方面。当前我们看到是特斯拉的空间图表，在上期视频我们有讲到特斯拉构成了一个短线反转态势曙光出现的价格组合，它由3根 K 线构成，当然这个组合你也可以叫做早晨之星。那它如果是早晨之星，那么阿哲你为什么要叫做曙光出现呢？因为阿哲曾经学习蜡烛图技术时的那一份资料当中，一开始讲到这种形态，它是称为曙光出现，可能每个作者的翻译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只要知道它的形态如此，那么命名什么的我们就按自己喜欢去讲就行了，那么我们就把它叫做曙光出现吧。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讲过这种形态怎么去操作它的反转行情。首先第一个，曙光出现在这里是不太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前面有一根大阴线，所以大阴线中间的行情其实都属于一个震荡调整的中枢之间，在这里面产生的形态会比平时弱一点，效果会差一点，这是上期我们讲过的一个重点。如果曙光出现是出现在某些支撑位上，刚好破位之后产生，亦或者是破了某些关键位置后产生，效果会更佳。震荡区间内产生，它整体属于大级别反转的概率就低了。所以这个曙光出现，我们先看到小级别可能是一个反转结构，因为在震荡行情中出现，所以它的反转力度看小一个层次。其次就是在操作上，我们认为曙光出现右边这根阳线，它的低点229.201，它是一个关键支撑。只要这个点位不被收盘跌破，这个反转结构就依旧有效，不管是短线反转还是波段反转。我们也有讲到3种买法，第一种最激进的，出现当天直接买进，而且是比较大的仓位买进，后面就不管了，守住这个防守位往上去看即可。第二种就是我们第一个仓位买的比较少一点，刚形成时买一点点，第二次的买点是放量的大阳线，所以当前2次的仓位基本都能够买进了，这种是相对合理的一个安排。第三种更为求稳一点的，但是成本呢也会更高一点的，就在出现了一个放量大阳线之后，我们再去买进，这是成本会最高，但是也是相对确定一点的。这3种交易的方法基本上除了仓位分配有所不同之外，它的止损是一样的，都是229.201。所以目前对于特斯拉就有2个看法，就是你是短线看涨还是波段看涨。如果你是波段看涨，那不管之后它怎么样去调整，它甚至把之前你所赚到的短线的盈利都回吐回去了，它只要不跌破止损，你就应该拿着，直到它跌破我们再认输。在此之前你一直往上去看波段上涨，至少先看到170的均线位置，这是第一种。哪怕现在赚钱了我也不走，甚至后面只要不跌破229.201我就再次加仓。这种方案呢，就是以较小的亏损，或者说以较小的一个风险来去博弈上方更大的波段的利润。而第二种方案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这一个曙光出现位置不太好，所以它的一个反转的效果
会比平时要差一点，那么就以短线看涨为主。那么当前就短线去跟踪，如果下周周一就出现小阳线构成三小顶，亦或者是阴线，那么我们就说短线先滞涨，那么你应该先进行获利兑现。毕竟从前面买到现在，它整体也有5-6个点的利润了，短线还是比较可观的。我们再看到空间的区间上，之前在高位我们说这根阴线的地方不建议做多，是因为阴线是一个压力。而它跌下来，为什么在上期视频可以去看多了？因为跌下来之后释放了风险，离底下的支撑靠近了，离上方的压力偏远了，所以去买进会安全一些。而在本周周五的时候出现一根放量阳线，而且大涨，那么当前离前方阴线的高点就又近了，离前方这2个压力位也又近了。所以短线来看，如果你只是短线看涨的话，在周一周二它在这2个压力位的表现就会影响短线持股者是否卖出，是否获利兑现的一个原因。一旦在这里走弱，又结合压力位，短线则应该获利兑现。这就是目前阿哲对于特斯拉短线和波段上的一个不同的观点。波段我们可以直接把当前的利润都不去管它，我们以防守看好就行，甚至以防守位呢去做好低吸，再次的买进，再次加仓都 OK， 不跌破波段一直看涨。短线只要关注短期内的滞涨信号去获利兑现，把当前的利润去抓到。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特斯拉资金和动能其他方面短线上是否有不一样的提醒。现在你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上方是动能 K 线，下方是 BBD 资金。现在你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上方是动能 K 线，下方是 BBD 资金。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有讲到 BBD 资金有一个重要的提示，就是这一波股价的反弹上穿 BBD 零轴的时候，它则会构成一个反弹高点压力的确认。之前呢，每一次反弹一旦绿色柱上穿流进上穿零轴，那当天的 K 线就容易是反弹高点。一旦这个 K 线的高位它的压力有效，市场会去把它跌破，那我们会说这里是一个确认高点。是不是前面这一个反弹走到这里，它出现了一个资金的上穿，第二天出现下破，所以这个高点就确立了。好，那么当下我们就知道，如果短线上这个高点反弹是确认了高点，那么它就是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叠加前面阴线的压力是很靠近的，所以当下的特斯拉短线上它的空间所剩无几，在这里很容易出现冲高回落，或者说短线滞涨的信号。如果特斯拉真的特别强势，在下周周一不走弱，而是继续走一根阳线，把前面变盘高点给突破，那么这里短线继续看涨。反之，如果收盘在这之下，或冲高回落，亦或者是小阳线，那么都是短线获利兑现的信号。而我们再看到动能 K 线上，动能 K 线在前面这一个红灯之后，这3根的阳线有2天都是绿灯。我们说价格的下跌走势，如果以红灯为主，则空方较强；而股价上涨当中，如果出现了绿灯为主，那么是不是相对上涨较强，多方较强？所以当前触到这个低点后的上涨，连续3天有2天都是绿灯，所以这个走势还是比较偏强的。我们就要关注一下，接下来特斯拉的上涨是出现继续的绿灯变强，还是红灯转弱？所以这里呢，阿哲画一下最新下周一它的日内预测高低点点位，预测高点是 256.6， 突破收盘账上则依旧是绿灯，可以依旧看涨，除非当天是10日星或者说冲高回落的长上影线，那么就另外再去看。底下的支撑位是 241.63， 收盘跌破将是红灯，就是比较明确的短线离场信号。当然这个呢出现之后再去卖就比较晚了，它是让我们去观察当前多空的强弱的。如果真的跌破之后才去卖，有时候它会回吐比较多的利润，特别是你短线才刚走没多久的时候，如果你以红灯去卖，那么就相对回吐的利润会比较多。红灯去卖出更加适合于已经形成了趋势，你已经呢用绿灯操作、绿灯交易一段时间之后，那么整体趋势向好时，我们再用红灯产生的卖点去规避风险，去减仓，去仓位滚动，可能会更加适合。那么以上就是特斯拉空间资金动能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英伟达的空间图表目前依旧围绕 124.768 120.734 这2个空间价位的压力进行波动。
前方这里呢是一个负阴线，而后价格出现下跌。我们在上期视频告诉大家不要随便的去买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它得要收盘突破才构成买点，而且收盘之后的买点呢，又因为离120.734离得比较近，所以你去买进空间也比较风险。阿哲的建议是能够收盘站在120.734之后再看涨会好一些些。所以你会发现感觉好像每一次都是机会，盘中好像都要上涨，但后续都回落。这里面呢压力离得比较近，相对的压力是重灾区，所以英伟达当下没有特别标准或特别好的多头买入 K 线买入信号，空间上依旧在120.734之下在震荡。那么在这个压力位之下震荡，久守则必失，复线后方向则容易向下。所以如果要出现买点，最好是尽快能够收盘突破复线的 X 的高点 K 线。我们再看到资金和动能上，短线给到我们的提示，目前的英伟达上方呢是有压力的，但下方其实也有支撑。支撑在哪里呢？支撑在前方的上穿 K 线这一天的阴线，它导致价格出现了上穿。我们说上穿这一天本来是一个高点变盘，但是英伟达在上穿之后是立马向上突破了，而且当前还没有跌破上穿 K 线的低点，所以这个高点变盘它是不确立的，那么它则是一个被突破，后续应该延续看涨。而这个延续看涨它何时会被打消，这个观点就是价格出现把前方这个关键 K 线跌破的时候。所以目前的价格还在这个区间之内，说明它是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它能不能撑得住，就看英伟达接下来买点能不能更快的出现。如果没有一直震，它总会有那么一天可能就会放弃了。阴线一下跌破了前面这个低点，就跌破了首个支撑位，将会继续往前低去看。所以目前的英伟达在短线上面有压力，下面有支撑，整体波动，除非有特别强势的阳线和阴线产生，不然的话方向上这里是震荡为主。从动能 K 线来看，我们会发现这是不是一个红灯后的绿灯，但其实绿灯是10日星的话，作为买点就不太好。所以上期视频我们说过，这一天不能作为买进，还是突破 X 之后再说吧。当前就是绿灯之后处于无灯状态，说明它在延续之前的上涨动能，但很明显动能是不太够的，我们要小心它转为红灯的那一刻。所以这里阿哲给一下周一要关注的日内低点和高点，股价的低点支撑是 115.275， 价格收盘如果跌破它，就说明方向选择应该要向下了，这里是一个红灯 K 线。它的高点是 117.845， 价格收盘突破它，则说明它是一个绿灯 K 线，动能上将会进一步的延续，更加有机会能够突破上方的压力和 XK 线的高点。以上就是关于特斯拉和英伟达空间、资金、动能3个维度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第3部分，阿哲会针对以上10只标的来做一个解析。因为标的的数量比较多，所以阿哲不会像特斯拉和英伟达那样讲的特别详细，我们快速的从资金动能上讲一下以下10只标的的短线策略。我们先看到第一只个股是 SQQQ， 目前你所看到是 SQQQ 的日线图表。因为当下对于纳指我们是短线看多，波段来看是熊市的下跌，所以 SQQQ 呢是商被做空纳指。那么观点是一样的，在波段上我们依旧是认为它是看涨的，但是短线呢是将走一个回调。我们看到前期的这个下穿 K 线，正常来讲价格上穿则容易是反弹高点，价格下穿呢则容易是回调低点。所以 SQQQ 它有一个支撑位，支撑位在哪里？在这一天下穿 K 线的低点处。但你会发现的是，这个下穿 K 线的低点是不是被反复的刺破，反复的收盘跌破？虽然当下没有一个特别有效阴线过半的跌破，但是已经跌破了1天2天，已经跌破了2次。所以这里对于这种低点变盘来讲是不太好的信号。我们认为这一个低点变盘大概率构不成，那么低点变盘构不成，则容易是一个延续下跌的位置。那么这呢和我们纳指的看法有点相似，短线上呢还有进一步的扩展的空间。在动能上是不是出现了绿灯后的红灯？它是一个说明昨天的绿灯是反弹，说明昨天呢是一个诱多信号。那最近呢就处于红灯之后的震荡当中，所以价格的走势我们看一下下一根红灯何时会产生。
在周一的时候看到这一个低点35.343，收盘跌破，将再一次有一个红灯出现，在红灯之后反弹一下，再次跌破，是不是有点像下跌三法？那么再次出现红灯的话呢，就构成了下跌反弹、下跌破位。那么我们认为下跌空间确实还有，而在上方的压力是37.343，价格走势收盘突破，我们则认为是绿灯。那绿灯产生，那么3倍做多纳指，我们就可以再次关注买进的机会，有可能是它的回调结束。下面我们看到纳指金融中国指数最近呢是产生了连续的暴跌。那么在上2期视频我们其实都有提醒到，这里这根阳线的出现当天，我们就说最好不要追。为什么呢？因为底下的资金告诉我们，下跌后的上穿是高点变盘的概率是蛮大的，所以这一天上涨大涨是大涨。我们说当时这一天有可能会腾飞吧，但关键是要收盘把它突破才行。所以这一天上穿没能够突破，所以腾飞不了，价格回落，这里又是一个变盘高点。那么最近的股价的下跌，它出现了另外一个信号，就是资金的下穿。我们说下穿 K 线则有机会出现变盘的低点，那关键呢就是低点不能跌破，就好像高点变盘确认是高点有压力，高点呢出现了回落，那低点变盘能不能确认啊？下一根 K 线或者说之后的 K 线不要出现再次收阴跌破，如果再收阴跌破，则这里不是低点变盘，就说明纳指金融还有下跌空间。而如果这里能够止跌，甚至出现不错的阳线，把这一个缺口回补吃掉啊，收盘站上，我们说它就是低点变盘有效确认。那么价格在短线资金上，我们可以看一个低点后的上涨，就类似于前面这一个低点后的反弹，以及这个低点当时也是下穿，而后突破低点没破，所以价格走出这一波上涨。所以这里能不能形成呢？看它低点不要再被跌破了，再被跌破还有下跌空间，那么中概股整体也肯定是不好的了。而后我们再看到动能 K 线上，这一天是红灯，红灯后出现回落。那有同学说阿哲有时候绿灯中在红灯卖就卖晚了，因为我们说过啊，红灯有时候它不会在高点出现啊，并不是每次都那么精准的，所以有时候呢用资金来去发现风险，有时候呢用动能 K 线去发现风险，两者如果能够结合就更好。我们不要单一的通过某个指标某个信号就完全判定是高点是低点，是买入还是卖出，也不要完全去迷信某个指标单个信号它的准确性，一个信号和2个信号，那肯定是2个信号更加高概率嘛，所以能够有多种信号叠加，它会比单一的要更好。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我们所说的特斯拉如果出现绿灯后你看涨，那你不要说等到红灯之后才去卖，理论上可行，理论上抓到一个波段你是能够赚钱，那这种呢就是小亏一下嘛，但是我们能更好的去卖到每一次的高点，每一次的滞涨点，是不是会更好一点？不至于说非要傻瓜式操作嘛。所以这里的红灯出现之后，你会发现你卖出去那就卖不到高点，那么这属于正常现象，不用过多的去纠结。因为通过前面的资金 K 线我们就知道了，其实早就该卖出了。现在我们要知道的是，通过资金 K 线探寻到了一个低点变盘的可能，它能不能够在下一个交易日出现绿灯？如果可以，是不是低点变盘结合绿灯买进啊？那我们就看到周一的位置，它什么时候会出现红灯，什么时候出现绿灯呢？看到低点7806.28，收盘跌破则是红灯，高点7911.36突破则是绿灯，同样也是买入的机会。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Meta 的整体股价走势在下跌当中，这里我们需要调出一个指标，就是均线。现在图上的均线呢是170天均线，我们会看到的是价格的走势是刚刚回踩到170天均线。在之前我们讲170天均线时，你会知道纳指是已经跌破，而且跌破有效了，像特斯拉、英伟达都是已经跌破170天均线有效的标的，所以那些呢属于相对的同势股，甚至呢是弱势股。而像 Meta 它是刚刚回到170，以及 PLTR 甚至都没回到170，这种标的就是美股下一波如果真的走出大反弹时要去关注的标的了。它之前砍跌，后续上涨自然容易更加强势的上涨。而我们看到最近的走势，在红灯之后其实是没有绿灯的，这一个三角的位置它不是绿灯啊，它只是说明当天的预测低点和阿哲当时的低点是一致的。
像这一天 Meta 的最低点是579.51，而我们的预测低点呢是582.755，相差比较近，所以它出现了一个绿灯 K 线啊。相差比较近的话呢，就会有一个绿色三角。像前面下跌这一天是不是也是一个绿色三角？我们先可以不用管它，你只要知道它不是绿灯就行。所以当前的 Meta 它依旧处于什么 K 线当中啊？它处于一个红灯的笼罩当中。所以目前的 Meta 在短线上还是空方较强，红灯 K 线同时构成了一个下跌商法。当前的 Meta 虽然整体结构在170有支撑，但多方呢还没有表现出很强势的状态，最好能够收盘突破左边阴线高点，把下跌商法打掉。而在动能上呢，也顺势能够出现绿灯 K 线，这就更好了。这一天不是绿灯，那下一个交易日哪个位置会出现绿灯呢？在周一的时候，如果 Meta 能够突破588.6，那么它就是绿灯了。如果跌破584.23，将是红灯。在170天均线附近出现红灯，出现跌破，那就是下跌反弹再下跌。那么这个位置将引发再次相对强势的一个下跌，所以最好不要产生红灯。在资金上要小心一点，就是下方的资金目前已经慢慢的由水下接近零轴。像前面这里是不是一个下穿资金？下穿之后呢，没能变盘低点，下破之后延续下跌，直到最近开始要上穿了。只要在周一略微再动一动，再涨一涨，那么就是上穿。上穿那一天则是高点变盘，要小心了。周一大概率是变盘高点，那么变盘高点是否成立，就看周一高点是否会形成压力。接下来我们看到 AAPL 苹果的走势最近是出现了变盘的态势，因为它出现绿灯红灯绿灯，是不是3天连续转灯？我们说下一个交易日看涨或看空就定下来了。我们希望苹果在下一个交易日出现一根实体阳线，不用涨很多，稍微涨一涨就行。那么我们就认为这是一个低点变盘区间，而后价格后续能够看涨。相对不好的是底下也是临近零轴。我们说资金在水下上穿零轴，是不是就容易高点变盘？基本下周周一一旦出现上涨或稍微涨一涨，那苹果这里将是一个高点变盘，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方。因为如果周一上涨，那么在动能 K 线上是看涨，但是周一如果上涨，那么在资金上呢又同样出现了新的变盘点，所以这个需要去抉择一下。如果下周周一苹果是收阳上涨，可以买一点仓位，就可以先提前布局它的方向是上涨的，而后等待资金变盘的高点，周一高点再次被突破时再去加仓，再去看多，这是苹果当前阿哲认为比较合适的抄底的方案。在周一出现上涨时买进一笔，在周一高点被突破之后再次加仓买进，可以买进更多的仓位。2个变盘点同时如果都向上，是不是后续抄底概率则大大增加？而假如第一个交易点它的变盘之后没能向上，第二次产生的是压力，变盘是向下的，那么你哪怕亏损，是不是仓位只是第一次做多仓位的小仓位而已？所以苹果目前的做多点最好分2笔仓位去做，第一笔少，第二笔多。如果能够2笔仓位都达成，那么上方可以先看到170的压力线，170天的均线的压力，因为它前面是有效跌破了，那么170就是一个压力区了。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MSTR 最近保持强势上涨，基本上没有红灯出现。你会看到这一个绿灯产生，当时这里是不是红灯之后是绿灯，再加上170的支撑，我们有讲过买点。这里呢是不是曾经也有买点？170有支撑，它是一个红灯绿灯红灯，而后转为阳线，是不是看涨变盘上涨嘛？那么价格在3小顶之后，我们说有风险，价格呢出现了短线回落，又回到170，出现了红灯之后的绿灯，说明昨天是砸盘，那么这一天是买点吧？那么170后又反弹上来了一波，当前的股价走势基本都是绿灯，没有出现红灯，所以现在呢多头虽然不是持续的强势，但至少它还在延续上涨当中，不是吗？所以还不错 ，MSTR 整体还在上涨。最近2天是一个震荡，但下方没有红灯，说明下跌力度也一般，所以整体关注何时会出现红灯，我们去止盈即可。绿灯的话呢，继续看涨，看到下周周一的关键 K 线，低点是298.525，收盘跌破是一个红灯，突破311.865则继续是绿灯。你也可以说绿灯买点，绿灯买点，绿灯再买一点，那么每次绿灯呢可以买多一点点，那红灯出现再去止盈，再去减仓，在已经走出了顺势交易
连续性上涨时，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做一个观察是 OK 的。在资金上呢就没有太多好说的，因为它不是上穿 K 线了，上穿下穿是之前这里产生，这一天下穿是不是低点？这一天上穿不是高点，是突破，是延续上涨。其他时候的资金呢是没有太多关键的，这都不是连续流进啊，这一天是连续流进，所以这根 K 线也可以算是一根关键 K 线，连续流进后的流出，所以这里呢是一个支撑区间啊，可以这么去看。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P2TR，P2TR 它就是在我们本次的标的当中最为扛跌的，因为它离底下的170天线，它不要说这次了，之前每一次回调都很少会触及，所以本次下跌 P2TR 如果市场出现了如期的上涨，那么它可以是一个比较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当然我们在之前有讲过，这里是一个买点，它是一个红灯是一个绿灯，所以是不是一个买进 K 线组合啊？红灯绿灯嘛，这一天的绿灯则说明昨天的红灯是砸盘，所以它是一个买点。那价格最近又延续上涨，这一天又是绿灯，所以继续看涨即可。我们看到这一天3月14号 P2TR 是上穿 K 线，所以它应该是高点变盘，高点变盘目前低点没破，高点被破，所以上涨看延续。周一关注的支撑是 87.71， 收盘不要破，破了是红灯。高点的压力是 94.32， 突破将是一个绿灯，则再一次佐证看涨。我们再看到下一只个股是 AVGO 博通，博通整体在170天附近震荡，它呢比 MSTR、P2TR 等个股要弱一点点，跟 Meta 差不多，在170天线附近震荡，但没有整体相对持续的上涨。最近呢也没有出现跟别人一样的红灯绿灯的走势，它是一个绿灯之后红灯，这就不太好了。绿灯之后红灯说明昨天的绿灯会又多，那么除非等下一根绿灯出现，不然目前就依旧保持在红灯的下跌惯性当中。这里的变盘 K 线前面这里是上穿，所以是变盘高点，目前被确认了，这个高点已经很多天没突破了。而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 K 线是它低点没破，目前高点也没有效突破，所以整体还是震荡的。博通最好能够有一个 K 线明显的动能产生会更好。阿哲没能看到，在博通上阿哲没能看到特别好的一个交易点了，现在这一根红灯之后就不太好了。接下来看一下能不能出现一根绿灯反转一下态势。我们看到绿灯的点位，高点突破 194.215， 那么是一个绿灯，跌破 189.515， 那么就彻底没戏，它又是一个红灯。在红灯之后再接红灯就不太好了，这个点位周一要守住。之后我们看到谷歌，谷歌是前期对170天线有效跌破，而且是跌破反弹再次下跌的，整体是比较弱的。我们看到最近是在连续的上穿下穿，所以最近的高点和低点出现的比较频繁，是不是两个高点一个低点？那当前低点没破，高点不破，那就还在一个震荡区间之内，比较弱势。而资金 K 线是这么表示的，动能 K 线呢相对还 OK 一点。前面是一个红灯，红灯之后绿灯，说明昨天为砸盘。那绿灯看涨，那调了一天没有红灯，那就只是调整，延续绿灯上涨。这一天又是绿灯，那是不是这些位置都可以作为动能 K 线上的买点？只是它的资金告诉我们它还在震荡，但动能上这2天是一个短线买点，谷歌可以看涨一下，但资金还没有特别的配合，只是动能上提前可以去埋伏。周一关注一下2个价位，它的低点是 164.64 啊，前面的走势比较好，但前提是红灯不要太快产生，最好能够延续上涨一段时间后再出现红灯，这个点位跌破就是立马红灯了，那绿灯后立马红灯就不好了。高点是 168.08， 在2次买进之后，这一个位置如果再出现突破，那又是绿灯，那么整体就可以确认走出了震荡，那么可以再次加仓。所以谷歌出现了2次低点的买入机会，当前以红灯作为防守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个红灯的止损和前面2笔绿灯的买进相差不是很多啊，风暴比整体来讲还行，上方的报酬可以看到170天线。下面我们再看到 SMCI 整体是170天线在往下走，而170天线呢也确实产生了压力，前面是突破失败，最近呢有对170天线产生过几次的上冲，但都没有很好的突破。在周五时呢，虽然感觉上涨很强势啊，但是也没有收盘站上。而底下的资金呢是出现了上穿，看到这里，
这里出现上涨，然后这一天是不是上穿的？回落一下，这里是下穿，好，这里呢又是上穿，也是比较震荡的股价走势。那么上穿下穿当中呢，下穿的低点没有被跌破，上穿高点也没突破，这一天又是上穿，那么就把高点移低一点点。我们更加希望能够收盘突破他们两个上穿 K 线的高点，而后再看涨。在此之前，相对还是要保守一点，因为目前所处的位置刚好是变盘高点密集的压力区间，而且也是170天线在的位置，所以 HMCI 这个位置的买点不是很好，但是也临近可以转好的位置。当一根阳线收盘突破这个价位时，可以看涨，至少可以看一个短线往上冲的动作，但它不一定会有效突破170天线。这里下一根 K 线是红绿灯就不是很重要了，因为它也是个变盘现象。这里要关注的一个变盘点呢，就整体应该看涨的概率会更大一点，因为这里是红灯、绿灯、红灯。我们说三灯出现转向时，它是一个变盘现象，变盘现象的下一根 K 线是绿灯，是阳线，说明变盘看涨的意愿是比较强的。所以阿哲这里呢，虽然哪怕我们说这里有很多压力，但这根 K 线后，阿哲认为看涨上涨的概率是远大于下跌的。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个中概股 PDD 拼多多。拼多多为什么要讲它呢？因为它最近在走一个震荡，170天线其实也是往下行走的，但是它出现了突破。前面呢偶尔也有突破，但突破之后是不是会出现跌落啊？突破之后会出现跌落。那这一次突破之后，你看会不会跌破170天线？前面这里突破之后跌破一下又回来，而且回来的速度比之前要更快一点，所以170天线呢开始没有那么强的压力了。当下你看一下170天线在拼多多上能不能够形成支撑？如果有支撑，有可能出现牛市进行时的运作过程。同时这里是一个运线，小 K 线在大 K 线之中啊，实体之中，假如它都不回踩，而是出现阳线上破这两个高点，我们可以认为拼多多可以看涨。不过这里要注意了，拼多多看涨之前，你关注一下纳指金融指数，或者说一些中国指数啊，最好它们能够共振产生低点。那么这里出现突破，那拼多多可以看涨，运线上破的买点。在底下资金方面呢，没有太多的信号。这一天是一个上穿 K 线，上穿的高点被突破，低点没破，所以这里是延续看涨的资金层面的表现，还可以。动能 K 线上，我们关注一下绿灯后的 K 线是没有灯的，所以当前是连续的绿灯，你会发现没有红灯。拼多多前面这一天红灯之后立马转绿灯，是不是买点？好，这一天看涨，到现在为止没有红灯，所以整体哪怕调整也是弱势的。我们看一下何时会产生红灯，把低点画给大家。周一看到 122.679 收盘跌破是红灯，突破 127.235 突破是绿灯，最好能够突破有绿灯又有运线上破，那么作为买点。所以拼多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有机会产生交易点哦。